大家好，我是傻医生。如果我告诉你一个秘密，你的祖先原来是个亿万富翁，现在他的遗族才刚刚被发现，那么他会把所有的财产留给你和你的堂弟。你们可以有两个选择：第一，拿走他1个亿美金的现金；第二，拿走他旗下所有的房地产和上市公司，价值也是1个亿美金。那么你是长兄，可以先选择，你会怎么选？来留言告诉我。这个问题呢非常的严肃啊，因为这决定了你下几代是富人还是穷人。那么这个问题我问过一些比较聪明的人，他们非常肯定的选择了现金。很简单，因为那些房产和上市公司，他们的价格会波动，万一市场的价格下跌了，它可能什么都没有了，对吧？这个大家都能够理解，叫做不流通。所以你看看自己是不是也一样选了现金？是的话，真的太棒了，因为我要恭喜你啊，代表了你是一个真正聪明的人，同时呢，也是一个穷人。如果你看过《富爸爸穷爸爸》这本书，或者像我每一年都会重新看一遍的话，你会发现，富人要的永远是现金流，而穷人要的永远都是现金。我告诉你，现金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恶心的，它就好像一块烫手的山芋，只要你一直拿着现金，你的人生就永远不会自由。为什么？你这1个亿过了50年、100年之后，算一个什么钱啊？我小时候的百万富翁，基本上只能在电视机面前看到的，现在在街上随便一坐一大把的。你看美联储对外说升息是为了打压通胀，对吧？那这通胀打下来了吗？他们对外说打压通胀的结果就只是通胀符合预期，意思就是还在通胀嘛，只不过没有那么厉害。而现在又说准备不升息了，也就是说只要你拿了现金，你就会有一种焦虑，因为它会贬值啊。但是难道公司的股价和房价就不怕下跌吗？傻医生，你常说你是因为《富爸爸穷爸爸》这本书而达到财富自由的，但是这本书的作者 Robert Kiyosaki 他自己的公司都破产了，我们还可以跟他学吗？为什么很多看过这本书的人依然还是一个穷人呢？我告诉你，穷人破产叫做一无所有，但富人破产叫做财富自由。一个穷人看《富爸爸穷爸爸》这本书会觉得不爽的，因为它会颠覆你的价值观，所以你会发现大部分的人会攻击这本书，因为这个世界97%的人都是穷人。但如果你有一个赤子之心，你真的相信这本书并且去执行，你现在一定会跟我一样在享受财富带给我们的自由。我身边比较有钱的老板都看过这本书，但是他们从来都不会跟别人推荐这本书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只想要默默的赚钱，也不想要大家知道里面隐藏可以带来财富的方法。但我不认同，我无法忍受网上有些人为了自己的流量，然后去攻击我的恩师。我希望为他平反，所以我决定公开这本书，让我越来越富的一些秘密。如果你不是一个企业家和投资人，你没有亲自实践过，你是无法理解这本书里面真正的心法。但这部影片可能会引起金字塔顶部甚至政界某些力量的注意。我希望大家一定要替我撑腰，为这部影片点赞，以免像之前一样被下架。而我开设这频道是专门培养老板、投资家、有钱人的。如果你不想错过最快的资讯，你可以跟其他的40多万兄弟姐妹一样，免费的订阅我的频道，然后开启小铃铛。首先，你要推开成为富人的大门，你就一定要先开一家有限公司。为什么？单凭 Robert 老师破产，我们已经可以学到一件事了，就是企业是保护我们财产最好的法律工具。你可能不太理解啊，破产不就是没钱了才会破产的吗？对于穷人来说是的，但 Robert 老师破产之后，你会发现他个人的净资产在2020年还有8000万美金啊，他的财富反而因为破产而受到了保护。为什么？当年 Robert 老师呢开设了一家叫做环球财富有限公司，他找了一家网络平台公司帮他做营销和推广。后来呢，他们可能聊不下来了， Robert 老师一生气之下就决定1块钱都不想要付给那一家网络平台的公司。那这不就是等于想要吃霸王餐吗？这不犯法吗？所以那一家网络平台公司呢就把 Robert 老师的公司告到法院。那么吃霸王餐当然没有好下场， Robert 老师的公司呢被判罚2400万美金的赔款，现在就得还钱，很合理对吧？ Robert 老师呢也接受了法庭的判决，但他提出他的环球财富有限公司只有180万美金的资产，他的公司呢是无法支付这2400万的赔款的。
所以他也只能向法庭申请破产的保护了，把这一家公司关了，以后不再做生意。那这2400万的赔偿怎么办呢？那一家网络平台公司就算要求清盘，是不是最后也只能得到180万美金呢？当然不是啊，清盘的整个过程是这样的，这180万美金呢，首先需要付一笔钱给法院，还有律师等等。如果有剩下来的钱呢，才需要付给债权人，而债权人一般不止一个，比如说他还要先付给那些员工，还有交房租等等的费用。付完这一大笔钱，他还有可能欠了其他生意伙伴的钱，他可能要先还给那些人，最后再还给那家网络平台公司，所以到最后他可能拿不到多少钱的。而整件事呢，对于 Robert 老师来说都是无所谓的，因为有限公司破产，这一家公司欠你的钱，你只能向这一家公司追债，你不能向 Robert 老师追债。也就是说，虽然 Robert 老师有8000万美金以上的财富，他也不需要拿1块钱出来去填补公司欠债费用。再简单点来说，他公司欠了2400万的债，他拿180万的一大部分出来，先支付给员工等等的人，如果有剩下的钱才拿去还债。那如果没有剩下的钱，是不是就不需要还这笔债呢？答案是对的，这欠了的2400万不用还，就等于赚了2400万。而且我说的是美金啊，欠钱的永远都是最大的，所以他的公司破产绝对不是因为经营不善，他欠你的钱他认了，也很愿意配合法律去赔偿，只不过他的公司不够钱去赔，只能破产。至于他本人的财富就跟这件事无关了，这就是完美发挥了最顶尖的财商。当然我要声明一下，我不是叫大家恶意的负债和破产，我也不建议大家这样去干，因为你这样去做生意会对你的声誉受损的，这样就没有人会愿意跟你合作了。但我想要跟你说一个真相，为什么穷人常说法律是用来保护富人的呢？不是因为富人比你有钱，而是因为他们拥有财商。这世界有很多顶级的富豪，比如说特朗普，他们的自传或者是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，都会提到自己曾经公司破产，然后公司负债几个亿，最后又爬起来了。那么大家都会去笑他，但你想过吗？他公司破产不是他这人破产啊，时至今日，他们依然还是在富豪榜的位置，而大多数的人呢，还是在替他们卖命。为什么一个人可以经历几次破产？是因为他们足够强大，就算破产了，他的名誉受损了，但依然还会有很多人抢着跟他们做生意。一个人把一家公司关了，不等于不可以再做这个生意。Robert 老师这家公司倒闭了，他还可以再开一家新的公司，开1万家公司也是 OK 的。然后他还是可以把破产公司的员工都请过来新的公司，让他们继续替我们富人赚钱。这个就相当于只是换了一个外壳，改了一下公司的名字，里面的运作基本不变。你看《富爸爸》这本书依然还是在卖，依然还是全世界最畅销的书籍。而你可能以为开一家有限公司需要很多钱，事实上呢，注册一家企业最多也就是几百块美金的事情。这就是为什么普通人想要财富自由，第一件要做的一定是开一家有限公司。从非常微观来看，你有一家公司，你到外面交际，你就可以说自己是某某公司的老板，这样你才有机会接触到富人圈子里面的老板，你才有机会赚到有钱人的钱。人脉就是钱脉，你跟一个身价几个亿的老板合作，你赚到的最少也几百万吧。当你跟你身边的同学朋友去合作，你能赚到什么钱啊，对吧？而第二件事就是把你的生意放到网上去做。今天我让你跟1个亿的人做生意，你可能会觉得我疯了吧？我怎么可能认识这么多的人呢？但是我告诉你，我和我的弟子现在在网上已经接触了几个亿的人。为什么我们可以躺着年赚7位数美金呢？因为在 YouTube 有25亿的人，只要每人给我们1块钱买我们的产品，我们就会有25个亿，而且是全自动的收钱。意思就是我们在环游世界、开跑车、买房、睡觉的同时，我们的钱都会7天24小时的自动走进我们的口袋。所以不要跟我讲条条道路通罗马，这句话是废话。你走着路去，我们是坐着飞机去，我们跟你能一样吗？天下武功唯快不破，谁最快占领市场，谁第一批进场捞金，谁就可以在半年到1年后成为千万甚至亿万富翁。很多人怪自己的父母当年没有买房，没有下海创业，没有做电商，
弄得自己去打工，每天拿命去换钱，生怕在疫情失业，旅游也不敢去，喜欢的包包和手表也不敢要去买，就希望存点钱。结果结过婚就把钱用完了，最后连个小孩都不敢去生，因为你怕以后你的小孩也会去怪你这个父母，是不是这样的？你现在去怪你的父母，那么今天有多少人又何尝不是看着自媒体这风口跟自己擦肩而过呢？为什么很多人今天不想再上班替别人赚钱，但明天还是会继续的上班呢？他们缺的不是自律、勇气、执行力等等，他们真正缺的是一个真正有结果的师傅，给他们指一条路。郭靖如果没有洪七公，他只是一个莽夫。而如果你希望跟 Robert 老师，还有我和我其他弟子一样，通过自媒体建立比你薪水多10几倍以上的被动收入，什么都不说了，我花4个月时间准备了一个价值$300的2023年财富自由培训营，你会在里面学到我的商业机密。但如果现在你为这部影片点赞和订阅我的频道，你就不需要$300，更不需要200、100甚至$10都不用，我完全免费的教你啊！想学的听好了，赶快在影片描述栏上的第一条链接报名，我会在里面用真实的数据把一切呈现给你，让你看到另外一个世界。那么有一个笑话是这样的，很多的公司都叫做什么文化有限公司，然后很多人就会去笑这家公司里面的人没有什么文化，我也笑了。所谓的有限公司呢，刚才说了，法律的责任是有限的，因为公司就是一个独立的个体，你这个人欠债就是你这个人的事，你这个公司欠债也是你这个公司的事。如果你能够理解的话，这就牵扯到第二点。富爸爸穷爸爸这本书告诉我们，穷人是需要缴税的，而富人是不需要缴税的。这里的穷人，我指的是那种很有能力、有技能的中产阶级，而不是那些等着拿政府补贴的人啊。我以前小时候呢，去打篮球，认识了一个比我大10年做建筑的老板朋友。到我大学的时候，他结婚了，邀请了我当兄弟。当时他的婚礼弄得很大，他的父亲呢就到处的敬酒。他说了一句话，我到现在还记得非常的清楚。他说他们公司今年都交了几十万美金的税。我当时就觉得很夸张啊，因为我还没有创业嘛，我觉得很遥不可及。到底赚多少钱才需要交那么多的税啊？直到后来我读了《富爸爸穷爸爸》，我不再羡慕他了，我甚至觉得他爸就是个傻子，还到处跟别人说自己是个傻子。根据福布斯的报道呢，全球最有钱的25个人里面，他们5年以来身价增加了4010亿美金，他们这5年以来一共缴纳了136亿美金。你觉得很多了对吧？其实他们实际的税率呢，只有仅仅的3.4%啊。而美国家庭年收入的中位数大约是7万美金，那这些人就要交14%的联邦税。而那些自以为富人的穷人呢，他们年收入如果超过63万美金的话，就要交37%的税啊！各位，很讽刺的一点出来了，我们伟大的股神巴菲特，他一直在公开的场合提倡富人要征税，那你知道吗？他自己私底下也很自豪的说了，他1年交的税甚至比他的秘书还要少啊！按照这个逻辑来说，他的秘书交越来越多的税，而他不需要交什么税，那难道巴菲特是一个穷人，而他的秘书是一个富人吗？纽约时报说，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在2017只交了750美金的税，在过去15年里面，有10年都没有交纳过任何的所得税，这个就叫做财商。当你开了一家企业，你才会有机会去接触到会计，这时候你会发现，这世界有无数种合法避税的方法。而且当你做生意和投资做到越富，你赚的钱就越多，你就会有更多合法避税的方法。避税不是逃税哦，逃税指的是你不去申报你赚了多少钱，而避税指的是你该申报的收入就要去申报，但同时呢，该申报的支出也应该要去申报。什么意思呢？大部分的人交的税叫做个人税，比如你这个人赚了64万的美金，那么你就要先给政府37%的税，也就是20多万，剩下来的40多万美金左右呢，才是你除税以后的收入。也就是说，很多人会对外说自己很有钱，赚60多万美金，交20多万的税，就好像我那个比我大的朋友一样。但实际上呢，他们能进口袋的钱也只有40多万美金，因为全世界的个人税基本上都是先交税，剩下的钱才是你的。而有限公司呢就不一样了，
如果你持有一家有限公司，那么这一家公司就是一个独立的个体，这家公司赚1个亿，这家公司就要交公司税，而你这人不需要为这家公司交任何的税，能够理解吧？重点来了，全世界的公司税都是先支出后缴税的。假设特朗普他赚了10亿美金，但他的公司要请员工交租金，还有货物等等的成本，花了8个亿美金，他的实际收入是不是只有2个亿美金呢？那么特朗普的公司只需要拿这剩下的2个亿去交税就 OK 了。换句话来讲，他的收入有10个亿，如果他的支出也是10个亿，甚至20个亿，他公司长期下来不赚钱，甚至亏钱的话，那么他基本上就不需要缴税了。这可能会颠覆你的价值观，怎么花钱才可以支出10个亿美金啊？事实上呢，要做到公司的亏损有很多的途径，我归纳一下《纽约时报》的报道和我个人的认知啊。比如说购买私人的飞机、豪宅、豪车等等，这些个人的支出呢，都可以作为他公司的支出。这些用来享受奢侈品呢，如果你用个人名义去交税，交完之后剩下来的钱，可能才刚刚足够买这些奢侈品。那么《纽约时报》还发现啊，他公司有20%的钱都是用来支付原因不明的咨询费。比如说，特朗普在一笔酒店交易里面收取了500万美金，并报告了110万美金的咨询费。在杜拜收入为300万美金，咨询费就为63万美金。最重要的是，他有很多亏损的公司，包括他以公司的名义去买入一个高尔夫球场，亏损了3个多亿美金。还有那些酒店啊、度假村啊、庄园啊等等，都是亏损的。这些用来享受的公司呢，就替他省了很大一笔钱。那么你可能会认为合法避税是有钱人才能干的专利，其实不然呢。只要你拥有了财商，你会发现为什么我们老板出去吃饭、出去应酬、买车、租停车场等等的钱都需要拿发票和收据呢？就是因为这些必要的开支都是可以用公司的名义去支付的，而且这些都是合法的。因为我们做生意难免都需要去开会和应酬嘛，那这些花费都是为了提高公司的利润，都是花在公司身上的，那这些钱当然是公司的支出啊。那这种避税的手段，难道政府不知道吗？特朗普他自己啊都是前任总统了，怎么会不知道呢？首先，他说得过去，你出去吃饭买车，确实是为了做生意才花了钱啊，那这个当然可以算是你做生意的支出啊。其次，你支出就可以让你避税，你不支出就需要交税，这也很符合经济的规则啊。这是在鼓励支出而带动经济啊。政府收税的原意本来是这样的，如果有钱人赚到钱还特别的抠，不去花钱，那么财富的差距呢只会越来越大。那么这钱你不拿去花，你就要交给我们政府，让我们政府帮你去花，去帮助低下阶层，对吧？那么现在你富人都花钱了，这社会就会有很多工种产生，就会减低很大的失业率，所以让你合法的避税也是可以的。所以没有财商的人都会用自己个人的名义去缴税，然后看见我们老板每一年都去换车、买跑车，都去买奢侈品，那这些人就想要学习我们当有钱人的，然后就跟着我们去买这些奢侈品。但他们不知道，我们买奢侈品是为了避税，而且这些享受完了还可以拿出去卖啊，比如说一些字画、艺术品等等的这些。所以为什么我们富人买奢侈品反而越来越富，而穷人买奢侈品越来越穷呢？不是因为我们赚的比他们多，而是因为我们有财商啊。所以我们当老板的基本都不发薪水给自己的，因为我们不想要交个人税嘛。但我自己就不一样，我喜欢投资房地产，我会用个人名义去跟银行借钱，所以为了可以通过银行的按揭评估，我都会出很大一笔薪水给自己的，所以我是有缴税的。那开公司最终的目的呢，也就是最重要的，就是合法的去制造货币。为什么说股市里面有95%的人都是穷人呢？因为股票就是我们的钞票，而企业就是我们的印钞机。人不可以自己去造钱，这肯定是违法的，对吧？就好像 Robert 老师，他小时候和他最好的朋友 Mike 两个从小孩被看不起嘛，他们不被邀请去参加其他有钱小孩的生日 party， 那么他跟 Mike 两个人就自己去做货币，他们以为这样就会有很多的钱，他们就可以成为有钱人了。直到后来他们知道这是违法的，把他们都吓得发抖了。但是 Robert 老师长大了以后才发现，制造假币是违法的，但这并不代表我们不可以发行自己的货币。很多人都不知道，
富人之所以是富人呢，是因为他们自己也在造钱，造自己的货币，而且是以合法的方式。你比如说比尔盖茨，他造的货币就是自己微软的股票。富人与穷人最大的区别呢，就在于穷人希望买值钱的股票，而富人呢，就是把股票卖给他们。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呢，就是富人造出了自己的钱，然后去卖给穷人。所以说 ，Robert 老师从进入商业社会的时候就决定了，他要去卖股票。后来他就拥有了几个上市的公司，卖他们的股票，而参与的人呢，他们都在炒股，在买进。所以 Robert 老师的告诫就是，你一定要区分清楚买和卖。如果你想要成为一个富人，你一定要造出自己的货币来卖。你会发现，巴菲特教大家所谓的投资股票，鼓励你们去学他的价值投资方法，把自己打造是一个股神的形象。可是到头来，你知道他最赚钱的方法是什么吗？就是开公司卖股票。他旗下的波克希尔哈撒韦呢，还有他的基金公司，才是他最主要的赚钱途径啊！能听懂吗？无论是巴菲特还是世界首富马斯克、贝佐斯、比尔盖茨，他们的身价都是以公司的估值来算的。他们最大的财产就是持有自己公司的股票，而不是现金啊！能够听懂吗？为什么有那么多的散户去买一家公司的股票？因为最值钱的并不是这家公司赚了多少钱，而是这家公司持有人他的名字。特朗普最值钱的资产其实就是他自己的名字，他自己就是一个个人的品牌。他这个名字呢，无形帮他赚了4个多亿以上的美金啊！所以股票只是其中一个形式的货币。你看看马斯克，他就是一个虚拟货币的带货者。他 Tesla 公司的汽车呢，没花过多少钱宣传费的，而其他世界富豪去卖一个产品，每年去打广告花的钱都是几个亿起跳的。这就是因为他自己就是最好的代言，最好的品牌。他在互联网上的一举一动都可以去捞钱，这就叫做影响力。为什么有无数的素人可以在之前通过卖 NFT 发财？为什么一些明星在娱乐圈默默耕耘，到头来他们在互联网赚到的钱比他们以前赚的钱多上几百倍呢？比如说刘畊宏、陈亦儒先生，为什么都做自媒体呢？为什么无数几岁的小孩只是把打游戏玩玩具的过程拍成影片，就可以年赚过亿美金呢？而大多数的成年人每天上班兢兢业业的，连一辆保时捷都买不起呢。别再说是因为别人幸运的话，你有想过为什么你这么不幸吗？是因为人家抓住了自媒体的趋势，而你还在原地踏步。你不是不相信这个能够赚到钱，因为已经有无数的人赚到钱了。归根到底，你只是不相信自己能够靠这个赚到钱，因为你觉得自己不懂创业、营销、吸粉什么的，又没有任何粉丝、任何兴趣、任何技能，长得又不帅不美，甚至没有钱，更没有任何的想法，所以就否定了自己。但我告诉你，所有的一切都只是熟能生巧罢了。你害怕自媒体创业会失败，难道你认为你做实体生意就会成功了吗？自媒体不需要你有钱有人脉，更不需要你招员工租店，基本上你最大的成本就是你的电脑和你的时间。而只要你跟我和其他弟子一样，在前期努力的打造自动赚钱的机器，我们后期都是越懒惰越赚钱的。所以如果你希望有一个真正有结果的互联网老板带着你，有一个创业的系统的方法让你科学化的去复制，你不需要有任何做营销、创业、变现产品的经验，也不需要懂得 SEO 剪辑设计、写文案背后复杂的原理，你只需要听话照着去死磕，你都可以跟我其他的弟子一样，去建立一个让客户追着你跑的自动化赚钱品牌。我会把我创业所有的心法，还有一些方法，包括怎么引流 SEO， 把流量变成钱等等，完全的在商学院里面告诉你，永久的带着你去创业。而在提升你创业素质方面，你现在加入的话，我还会私人送赠财富自由品书会永久会籍，你可以不需要再去看书了，你直接就听我们团队为你拆解100本书的精华思维，去听我不定期更新关于地黄数为销售的财富自由课程。另外，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，我们有一个几千人的同学精英群组，大家都会在里面分享各行各业赚钱的第一手资讯和资源，他们可能会成为你的合伙人，甚至是灵魂伴侣。那么好消息是，现在加入还会有前期非常大的优惠，而坏消息是，这个优惠快要被我们团队取消了，因为我们只会随着内容的更新而不断涨价。所以什么都不说了，有兴趣成为我弟子了，一定要赶快在影片描述上的链接加入啊！
好了，刚才说了，为了避税，我们想要花钱都是以公司的名义去花的，而不是个人的名义。那么你可能会问，当他们需要现金的时候怎么办呢？他们卖掉公司的股票就需要交投资税啊。而且当他们套现的时候，新闻就会报道比尔盖茨卖掉自己家的公司股票，那么他公司的股票就会怎么样？暴跌啊！所以他们基本上都不会卖掉公司的股份的，他们会把公司的股份拿去银行做抵押。我拿我公司价值1个亿的股票到你银行抵押，借2个亿，我付给你利息，对吧？这一点利息呢是非常低的，反正比交税还要更低啊！他们宁愿支付给银行利息，也不要去交那一大笔税。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？跟银行借钱，这负债也是可以拿去抵税的。也就是说，只要我们可以把公司弄上市，就会有更多避税方法。而且基本上，我们的下几十代不用工作都财富自由的，因为这就是一个印钞机，没钱了就发行货币。那么你听起来呢，可能会觉得上市很遥远。但我接触到很多搞金融的老大巨鳄，他们告诉我，把一家公司弄上市，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的困难。你看现在很多上市的公司都是年年亏损的，只要拉到投资人就 OK 了。这一点呢，我自己也在研究，但由于太多的东西不能说了，以后我只会分享给我商学院的弟子。我希望带着一些已经跟着我赚到钱有结果的弟子，跟我去做更大的项目，比如说买地、买公司这些投资类的。但我想让你记着，一流的人呢，让事情发生；二流的人呢，看着事情发生；三流的人呢，连发生了什么都不知道。富人会创造自己的货币和规则，然后让那些懂行的而且又灵敏的投资人紧随其后，让我们的财富得到了快速的增值。但数量最多的那些懵懂的、盲目的、随波逐流的散户，他们长期来看的话都是亏钱的。Robert 老师告诉我们，世界上绝大多数的人为了财富奋斗终身而不可得，原因就在于，虽然他们都曾经在各种学校里面学习了很多年，但却从未真正学习到关于金钱的知识。结果就是他们只会为了钱而拼命的工作，而从来不会去思考如何让钱去替他们工作。那么如果你不想要再这样的下去，我希望我的2023最新的财富自由培训营呢，可以帮到你。时间有限，我们私底下再聊更多好吗？好了，有什么问题呢？可以给我留言。只要你们能在今天的内容里面找到1-2句话是有用的，能够帮助自己的人生过得好一些呢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那么接下来的每周四8点30分，我都会继续分享关于成为富人、投资家、企业家、达到财富自由的免费信息。如果你不想要错过，我还是呼吁你订阅我的频道，然后打开小铃铛，然后无私的把影片分享出去。我真心的祝福为这部影片点赞的兄弟姐妹们早日达到财富自由。好了，我们下礼拜不见不散，拜。